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上个礼拜台湾面临了台风假，有2天的时间，但那天我本来想开直播的，不想大家还在救灾，我就想算了，不然礼拜三我本来想临时开个直播的。好，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提到就是说这台风这个事情老师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我们的流年总论都提前1年跟各位讲，就是说我们都要做半年，都提前半年跟各位讲的，今年要特别小心台风。还有水灾，那各位要去买那个保险，就车子的水灾险，还有产业险。那这次的一个创伤这么大，老师真希望老师的粉丝朋友你们都有去买这个产物险，还有你的那个水灾险不然的话，你自己要面对这一些的，你的修缮修缮说是不是大钱我们不说但是呢，真的也是一笔开支了，对不对？那说这个水灾的问题真的是没办法。那如果你车子也有买这些险的话，那这次像我们的中南部地区的同胞这个泡水车的状况也基本上，水退了，但是车大概也废了除非你是电动车，电动车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电动车因为它的东西是密封的，然后你外面洗一洗其实还可以用，但是你是油车的话，你的问题可能就大了一点，因为你那个发动机进了那个泥沙那个你不调引擎起来洗可能比较有点困难，所以说。老师还是希望这个老师给各位啰里吧嗦的，每一次流年流月都啰里吧嗦叫大家去买保险。老师没有卖保险，你不要怕老师卖你保险，不要怕老师卖你东西，我没有，我有执照我可以卖，但是我没有在卖。所以是说你还是要去买这个保险那现在台风过后了，那你是不是一切也都太平了？没有各位那个地震的事情那个还是稍微提一下这个地震这老师不知道在哪里发生的，但是。最近应该会比较平稳一点说的最近大概就是2-3个月以内吧，因为那个 C 实在太大了，都快融了。所以说那个地震你有产物的，你最好还是买一下地震险，好吧？那个地震险跟火险它是合在一起的嘛，还是要去买。还有一些意外险我们还是买一下，对不对？那个保险东西你省了那1-2万块钱你不会发财，但是呢，你多买了这个几千1万的保险就可以救你于水火之中，对不对？我们交个保护费没什么。是不是这样讲台北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们台北人没事放台风假白放2天，那是刚刚好运气好。我告诉你，天后的事情，什么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个意思，好吧？所以说保险请各位一定要去注意，还有地震险最近的地震老师比较忧心的忧心归忧心它地震也没什么大事，对，它比水灾还干脆一点，震一下那我们就去见上帝了，好吧？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OK， 好，这个事情记得提醒完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最近那个在2个礼拜之后我们要进入了我们的中原普渡了。中原普渡因为老师最近接收到很多公司行号要给老师去做年度咨询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些会计还有行政人员在替公司去做这个普渡准备的时候，我看他们书文上面还有许愿的，还叫每个科处室一些主管然后代表哪一个处哪一个市的来去祈求什么来个什么保佑平安然后业绩兴旺这个是错的。各位你要知道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但老师已经讲很多年了，希望有些新朋友还不知道，你中元节我们只能说公司来去我们这来做布施感谢我们庆赞中元，对不对那就给大家去做普渡。但是呢，你不要是说去许愿，你不能去在中元节的时候农历7月的时候跟我们的一些无形的众生去许愿，因为你去许这个愿，大部分都没有在听你讲什么，因为他们忙着吃，忙着收，有吃有拿的，当然是忙着这件事，不大会有人去理你是没有错。但是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有一些特别的，就是一些要跟你交换条件的，他就会听进去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对不对？那你现在给我什么，是不是？不然就是说我给你一点恩惠，但是你要给我的更多。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不是只有人，因为那些众生他们之前也是人，所以是说他可能就把这个机会去寄宿在你的家里或寄宿在你的公司里面，那就等着你给他一些好处，然后他帮你做，他收你10分的好处，他可能不会给你3分的帮忙，这都是这样子的嘛，因为他也要利润，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利润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去在你的书文上面，或是你在去念祝祷词的时候，请你不要许愿说公司要业绩长虹或家庭兴旺，或是呢小孩子可以考试考好一点，不要去许愿。中元节不可以许愿。那有人说，老师我拜的是那个地藏王菩萨，我拜的是那个普渡公，可以许愿吧？不行，
不行，那个单位不一样，你不能够去许愿，好吗？不能够去许愿。就像呢，这个讲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老师在这个几十年的一个10几20年了哦，这个咨询的过程之中啊，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很有意思，对着小孩去念地藏经，说这样子地藏经的功德可以让小孩子变成未来很聪慧。地藏经你在念的时候，功德殊胜是殊胜是没有错，但是你在跟小孩去形容，他都还没出生，你跟他形容地狱的可怕，那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功德？我都不，你在恐吓你小孩是不是？哦，不行。所以说这个7月普渡也是一样的意思。普渡啊，哦，这边简单讲一下，老师过去有视频，可是很多朋友已经挖不到了。你拿一个罐子里面装米，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汽水罐，然后包一个红纸装米，然后呢，然后这等下可以拿来插香的，然后你再拿一个亚克力牌或是一个纸板牌也可以啊，贴个红纸，上面写3个大字叫普渡公。你只要办普渡，你前面一定要放普渡公的牌位，哦，那就恭请普渡公。然后我们今天要看某某公司在这边做庆赞中元啊，我们来普渡法会啊，希望能够布施给这个十方众生、有情众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享我们的这些贡品哦，来感谢再感谢，就可以了哦，就不需要再讲什么了，不要去许愿啊，许愿绝对是不好的事情，没有说一定会出事，因为99%不会理你讲什么，因为他就是来吃流水席的，是不是？像你以前吃流水席的，去吃人家请拜拜、请吃饭的，你也不管上面唱歌跳舞讲什么，对不对？没有在管的嘛。所以说大部分99%都没有理你，但是你要怕，就是那1%或者1/1000，哪怕是1/1000给你赌到了，我告诉你，你烧纸着送瘟神，那还是神烧一烧就没事的。有些人是要命的，好不好？千万请去注意这一点。好，这个普渡的时候啊，不要犯这个错误，好吗？好，这个地方到这边哈。那第3件事情啊，就是说有朋友需要老师讲一下，像台湾的那个新竹市长高虹安呢，他被拔掉了新竹市长啊，但是呢，国民党籍的立委袁宽恒没有事啊，就还是可以当立委，但是呢，高虹安他就被拔掉，就不是新竹市长了。那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状况啊，其实我不是很想讲台湾的事情啊，因为这样可能会违反党意。我们要中党爱国嘛，对不对？那只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这个里面凸显一件事情，就是应验了我们之前对我们的柯主席他过去的那个命格，就是说他在这次大选完之后啊，到后面基本上官运是非常的弱了，他大概就也没什么搞头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很简单，打狗要看主人，那这个主人不给力的时候，拔你也是刚好而已，对不对？那你严宽恒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但是呢，因为他有地方的派系，你要把它弄掉呢，那你跟地方派系就是结怨了。所以说他后面有底子，说判出来的事情就是给你难看，但是呢不敢把你乱动，他动你的话，那你台中那个地方后面你要选就不容易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大家也会看，然后那个政客也会看，我白的有事，为什么你蓝的没事？那你是不是怎样，你都没有来保护我，是不是？所以说就变成是说，这也是一方面怎么样去撕裂或者分化蓝白的一个做法。但是台湾这么小的地方，这才200多公里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奇怪，这么多事情可以吵嘛？有人说啊，刮牛角上真合适啊，刀光石火祭死生。有时候真的觉得台湾真的是缺乏那种大格局。你没有大格局的时候，你的国家很难发达。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等一下谈到的越南跟泰国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在昨天呢，我们看到法国的奥运开幕式啊，这个事情就值得讲一下。这个奥运的开幕式啊，真的是跌破了，就连老师有一些法国的贵客，他都觉得我的妈呀！他在法国生活了大概快20年了，他真觉得他一入法国籍，他真觉得法国这一次的开幕式真的是不是与有荣焉呐，真的觉得羞耻至极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完完全全的都是充满了这个 LGBT 的一个特色哦。有人说他是群魔乱舞，但是老师公众人物嘛，我也不好去说他是不是群魔乱舞，但是看起来各位有去看的东西就觉得这个跟我们的一些大众啊，因为毕竟 LGBT 它是一个小众，我们大众我们是要尊重小众是没错，但是你不能全部都是小众啊，对不对？你有那个蓝色的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蓝色史莱姆嘛，它是利露姆嘛，还有什么东西的，是不是？那就有点特殊。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啊，就有点意味在于是你的法国为什么要去特别讨好类似美国这样子的一些有一点偏右极右的一个不是软体，极右派这种做法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啊是比较右派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左派是比较保守派，所以是说呢，他这个就比较不能够接受。比如说在那个 X 上面，就是 Twitter 上面有人就说这个东西呢，好像是完全的几乎都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或是一些天主教教义、西方宗教的教义。那你是不是就不欢迎我们来观看这个东西，还是不欢迎我们参加奥运的？当然也有 LGBT 的成员也觉得是说，我虽然是通讯录，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过分了，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声音。但有些人觉得太好了，总算有小众文化被发扬出来了，这样世界会更公平。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政治的讨好就产生了倾斜，等于说他们为了去征求某一方面的票源的时候，他就做一些特别的一些行为去讨好特别的群众。但是这种东西像钟摆一样，一旦过了之后啊，你要再摆回来的时候，你压力就很大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美国的大选。美国大选啊，之前在那个特朗普，就是我们川普老先生啊，他的耳朵就 biu 一下之后啊，很多人就说他稳上了，绝对上，那没有意外。看那个拜登搞这么差，那个特朗普在这一枪过来之后，他简直就是美国英雄 ，American hero。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他稳上？老师当然也是保持了一个态度说，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很难说。为什么老师可以这么说呢？对，要去看我们这个所有的直播啊，你会发现法国，我们就讲法国这一次的大选，本来马克龙他解除了这个，他大选选完之后，他立刻就解散国会，要重新再选一次。本来马林勒蓬他的这个极右派本来就要上来，就他本来就要上来，他准备是说我已经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来执政，然后这个最年轻的总理就要出来了，是不是？那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是呢，各位，我们上上礼拜我们的直播就有说到了。那马克宏他就去运作了这些左派又自己里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运作的团体，也就是包含了什么法国共产党等等之类的这些各个小派系啊，他们就整合起来只要追求共同的胜利为主，而不是说我们个别小党的或小派系的胜利，而是我们共同的泛左派包含了中间这一派，我们都要一起去追求这个胜利，这样你才不会让极右派这个整碗端走规划盘底都是他的。所以说，我们就后来发现了，本来马林勒蓬真的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赢的时候喜形于色，到后面呢，他只能说，这一些事情就是这样吧，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变成要法国组联合政府，这个问题就跟美国政治跟选举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当你觉得特朗普一定上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怎么样？你会激发，就像老师之前贴文讲到的，你会激发了原本就是支持民主党或是特别害怕特朗普的，或对特朗普特别有反感的人。他就反而愿意要出来去怎么样，来去支持这个，无论民主党选的是个西瓜出来，他都会去支持他。今天很多人就说，你这个贺锦丽啊，你本身基本上你没什么政绩，而且你之前讲的就什么边境撒谎，专门去就是没有把那个移民问题处理好，是不是很多事情啊他都没有做好，就是他一而没有政绩，所以说你一定是被特朗普打假的。那这个状况之下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的选举啊，我说白了，它是民粹政治。他是民粹政治，不然特朗普为什么第一次可以选上？不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说 ，People love me， 大家都喜欢他，他就算在第5大道上面开枪杀人了，他还是可以当选。这是特朗普的原话我只是转达，我没有是去捏造他的话我们这边没有设计对白，我没有设计对白，所以就发生就是说，你现在特朗普他不断的催票，就是说，无论你是不在籍投票、提前投票，或者是你当场投票。都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死忠粉丝一定会去投票，100%一定是拼了命都要投票，对不对？这是一定的。但是同样这件事情也会激发了这些过去或是现在或是将来可能都对这个特朗普或对这个共和党有意见的人，他就会怎么样？就会抽手回来，赶快去支持民主党现在的副总统贺锦丽。为什么？因为他至少他是副总统嘛，对不对？他副总统，所以说他现在直接上位，可以直接承刮了什么？他可以承挂之前拜登的一些金主，你捐款，而且你不用重新熟悉这个候选人，因为贺锦他不是第一次参选总统，他是第2次参选总统，2019年他就输了嘛，对不对？那他不是第一次参选这次参选了，他又是过去这3年的副总统，所以是说这些金主、这些政治圈的人，他不用去想是说你是哪个州的州长，还是你是谁，所以说我重新熟悉你，然后重新跟你谈条件，或重新跟你去斡旋，不用，完全不用。对不对？你出来就是你就没问题啊。过去我们配合这么久了，大家都是怎么样往来很久了，所以说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当然就是可以继续接下去谈，说拜登的他这样子的一个收入他这样子的一个事项，他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他就可以直接的把他的所有能量所有一些捐款可能还是要分一分的然后交给谁？你就交给了贺锦丽。对贺锦丽来说就变成什么？他就是变成是说，他有直接去取得所有的政治能量。所以是说，当拜登讲完之后不到1个小时，他就召集好他所有的团队。所以老师跟各位讲，就之前我们在直播上有谈到这件事情，谈到是什么？谈到就是说，任何人他们在美国政治特色就是这样，他不能显示他的软弱，但是他在讲他坚持到底的过程之中，他后面一定会再开始布局。但是前面他一定说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因为这是他们的硬汉作风。但是他底下一定会在运作，所以当他运作好的时候，他直接换掉，直接走马上任，他就可以直接做起来。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是比较有趣的，就是法国他是有前车之鉴的，他就是已经追求了最大的一个利益，就是最大公因数，就是左派的最大公因数来去击败这个极右派马林勒庞所率领的一个极右派。那么现在美国的政治也是一样。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整个这个选举的政治它是特朗普他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是真的。有些摇摆州其实特朗普现在还是赢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一些地方已经产生了一些质变，就是贺锦丽他自己的声量还是有起来的。所以他起来是因为他过去做得很好吗？不是。所以他怎么样吗？不是，因为他是黑人，而且他又是女人。过去有黑人当总统，那么现在由黑人又是女人来当总统的时候，那不就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正确，也包含了他们怎么样，同时兼容的是说他是黑人又是女人，而且他又是异性恋，他把所有的一些政治的可以拿到的筹码都握在贺锦丽手里了，跟董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在过去看到这些美国50几种性别或者是那些 LGBT 或是一些女权运动这个两性平权等等的，在贺锦丽身上你就不容易去操作她，因为她是黑人，她又是女人，还是又是异性恋。我在这个状况之下，贺锦丽她的优势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副手是谁目前其实现在的副手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目前据说他们传出来是找那个前太空人叫做凯利凯利我在看的是凯利是怎样，也是一个女副总统吗？不是，她是男性的他如果点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共和党的万斯跟那个民主党的凯利，他们的基础点都差不多了。一个是平民英雄，一个是美国的传统的太空英雄。那这两个就有了去战争的状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凯利出现了他就可以弥补的是贺锦丽他可能有一些光环不够的地方，因为太空人嘛，他就是一个对美国来讲，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100天来去战的时候当然摇摆州贺锦丽还是输川普，但是这是民调，说川普跟共和党准备打他的这些政绩民调移民问题我觉得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的百姓选的不是政见，选的不是治国之才，选的是激情跟浪漫。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选举选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只是为了选激情跟浪漫，没有选贤与能，没有这回事。任何选举选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套路，没有办法再给你选贤与能。你要选贤与能比如是说什么呢？比如是说你早期的美国或是早期的英国，他们可以选贤与能，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部是创业者，你知道吗？那些人全部都创业者所以说我们都是实业家，我们都是从那白手起家苦干实干的，对不对？我们太懂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太懂政治这个东西。我们不但懂政治，我们还懂百姓，我们还懂了很多东西。所以说呢，一群王老五当时都是男性嘛，一群王老五，大家商量之后就可以上梁山了，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各去贡献各自的一个长处，所以就容易成功。像中国朝代也是一样中国朝代你去上书房、军机处或者是你这些6部尚书，基本上你在刚创业、王朝刚起来的时候，那些都是选贤与能，这皇帝选出来的，对不对？大家互相推举出来这些军机大臣，还有6部尚书，或者是你上书房的这些侍讲，或者是一些秉笔太监之类的，都是挑选出来的，也是他们内部推选出来的。刚开始都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明朝，对不对？明朝刚开始是朱元璋的太监没办法干政但是到了什么明英宗，对不对？那个土木堡战神，他的王政大太监还有喜明大太监，怎么样把他弄到瓦剌去留学好几年，不止1年，好几年的时间才把他放回来，明朝就衰一半。为什么？又发生夺门之变嘛。所以说这个状况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说什么很多事情他们在第一代去做选举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选得很好，但是到后面已经变质，因为选到后面就是选利益。那你把这个
国之大器交给百姓的时候，他就选激情跟浪漫。谁在台上去大声疾呼，谁在台上去表示他自己是很厉害，谁在台上表现是说我可以为你们争取利益，但实际上你那些包含川普的粉丝，他回家之后你就问他说，川普今天提了几个政见 ？I don't know， 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啊，不在乎这些。大部分啊，其实老师有问过很多支持川普的一些老粉丝，还有一些贵客。他们大概都是觉得是说，过去川普做的时候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差哦。这个老师有去做过一些访谈啦，他们觉得川普做当时的时候啊，虽然看起来很疯狂，但实际上啊，他那个国内经济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因为他基本上他是零利率的状况，说市场的整个景气啊、就业率啊，所有各种福利政策都做得比较好，加上他还送钱嘛，还花钱，慷他人之慨，对不对？那这个事情他做得好不好？百姓自有公论，我们一个外国人就不好说什么。但实际上来看的话，现在选的就是激情跟浪漫。说贺锦丽她的平凡的能力跟学历啊，但是不重要，重要她是黑人，她是女人啊，这个事情就有的去讲哦，就有的去讲。所以说你现在去整个去摇摆州去看的状况之下，贺锦丽啊，几个摇摆州里面，她还是略输川普，然后大概1到2个百分点。不过这个有点安慰性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她上来才几天，5天，你想让民调整个翻转嘛？不可能，他得继续去顾庄脚。当地的那些原本的那些州议员，还有那些地方的势力，他有没有去斡旋一下？他得每个地方都去走一走，他拼了命的去走，那么这个事情就有可能会有转换。那老师是不是支持民主党？没有，关我屁事啊！我是台湾人，关我屁事啊！所以说不要问我说支持谁哈，那个我没有特别喜欢谁，关我屁事。那他国选举不关我的事情，只是说老师只是跟各位讲哦，这些事情它就产生了一个去媚俗的一个做法，因为他是黑人，他是女人。那奥运会那是因为LGBT 啊，好像是说大家觉得是说我们特别开放，我们特别浪漫，我们特别的棒啊！那个影片我真的是，我刚刚看到大家留言，好像有人说要把它删掉了，我在抖音上看到的，抖音上的他删不掉，但是我真觉得那一篇真的是哦，金毅老师他在出差，我跟他一起看，我们两个都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搞笑的吗？还是真的？这是奥运吗？还是他是搞笑奥运，还是他们地下做，还是恶搞的？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事情？不是，原来是真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整个状态呢，我们就要发现哦，那你在美国整个政治啊，他不用去想是说谁上来会比较好，谁接这个位置都是完蛋啊！谁接美国总统的位置，百姓里都是完蛋，不可能变好的，因为你们的债务，你们国家的债务实在太高，高到你偿还不起，而且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欧洲的问题。也会跟各位说这样的状况为什么美国它的事情是没办法去救的，好吧？来，我看各位的什么问题哈？delay 没有 delay 哈，有回音吗？有回音，老师处理一下，不好意思，我讲太认真，我没有去看到读音，我处理。好，不好意思，蓝色史莱姆吸血十字金，奥运会没赞助商乌克兰一样吗？贝莱德。这个我不知道，赞助商我真的是不知道哦。哈里是有印度裔血统，那个印度人站起来，印度是起不来的。然后印度它现在的状况是蛮糟的，我们等一下会谈到印度。奥运这次文化战争我只是媚俗而已啊。我说实在的，奥运这次是媚俗了只是说它表现那个法国的先驱的意志，但是它也是为了怎么样？因为他在选举过程之中，他有左右派之争，就是说我觉得。筹办奥运的人，他可能会预期的是右派会上来，所以他就做了这一些 LGBT 的东西来去媚俗。各位，你懂老师的意思吗？他那个时候在办奥运的时候，那个是马克宏他解散国会的时候，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桥段为了以后上来的总统，上来的这个国会还有新的党魁，所以他就把它变成是说特别靠这个马林勒庞这边极右派的做法。我修了一下不好意思老师有回应的提早跟老师讲来，我刚才把声卡的那个东西打开了不好意思让大家听了回音这个麦克风应该没有回音啊，怎么突然有回音呢？真的是奇怪好，来我们继续下去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印度印度就蛮有趣的这件事情印度是蛮有趣的事情。印度它跟中国现在的关系是比较差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印之间它是一些很大的一些对立。那这个里面就包含到印度它对中国它发放签证的数量从2019年一年有20万份那个中国入印的签证有20万下滑到今年已经是到7月了
好，7月2024年已经到7月了，从1月到7月，它只发出2000份的那个入印的签证，这代表什么东西呢？这代表是说中国人进去印度投资的意愿没有了。中国人投资不投，中国不投资，难道其他跟沙老师之前讲过的英国人不投资吗？法国人不投资吗？德国人不投资吗？没钱投这个毛啊，对不对？没钱，那个现在景气不好嘛，就没钱，你怎么投啊？就算要投，那你数量也不可能比中国来的庞大，因为中国有地利之便，不是中国人特别有钱，而且它有地利之便，它隔个山它就到印度了。但是你要从其他国家来，欧洲来，你得漂洋过海。每一个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对中国来讲，他去投资印度对印度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但是因为政治的旗舰，那这个当然是不行。这尽管老师还是有人跟老师说现在还是很多印度的百姓认为是说，这个在整个亚洲是印度是最繁华的，印度的发展是最好的北京呢还是大清朝之后的状态。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有时候这个舆论，不是说舆论这个文化的封闭性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是说，我们看从印度他自己的媒体里面去报道印度他在过去因为中印紧张导致印度的电子制造商损失了150亿美元跟10万个工作机会在印度里面，这个影响大不大？不大。我说白了不大，150亿美元，那对印度的影响有痛到，但是没有很大实话说是这个样子。10万个工作机会有没有影响很大？有影响，但是不是很大，有点影响，但是没有很大。你要想印度多少人？它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它有14亿人。你14亿人，请问你少了10万个工作机会，你觉得它会完蛋吗？不会，不会完蛋的，对不对？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它对中国的一些影响变小了，但是它对它其实实质上，它只是拿了资金跟它的一个运作模式，它路变窄。但是还有日本要去投资印度，这是讲了日本说要投资，但是那个是讲，但是它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不一定，因为日本在印度吃亏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产生了问题，包含了越南，包含了印度，现在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不断的想要透过现在的台湾的局势实在是非常不好，还有是说整个世界大环境可能会批变，所以他们不断的去争取什么？争取了这个半导体的人才，还有半导体的一个市场。所以说，他们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建立很多半导体的厂来去分担什么？台湾以后如果被吃掉了这些所有的订单可以涌入到印度，可以涌入到越南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发现别的国家有问题，我赶快把这个商机给它做出来。所以说他们自己有做这个半导体厂的一些强大的补贴，但是这个事情注定竹篮打水是一场空的，你做不起来，你也拼不过别人。为什么？我们简单讲一句话，跟台湾一样，你没电，你没水又没电，你怎么做半导体？半导体就是耗水，你又耗电。那你印度大家都知道，它缺水，官员开会开到一半，还得去追着那个水车去装水回家喝。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样去让半导体厂有足够的水，然后来去给它做运作呢？没办法，你只能把它盖了，然后呢就用恒河水嘛，不行嘛，你不能恒河水嘛，对不对？恒河水不行了，真的真心不行了，好吧？那过滤不划算了，真的真心是不行，所以你就没办法。所以说你没有水，你也没有电，越南也是一样，你没有水没有电，那么你要怎么支撑这个半导体厂在你们的国家去做运行？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这两个国家其实野心勃勃但是内部的腐败实在太严重，严重到他们没有办法去做好地方性的基础建设。你说是印度人他们不想盖高速公路吗？你说越南人不想盖高速公路吗？不是的，他们是盖不起来，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盖，而是他们要去经过了这些地方，你要光征收那个土地，那就是人背后一座山。对不对？你那背后一座山，你是之前的哪个开国元老的小孩，还是你是哪一个地方的婆罗门还是刹帝利的那个种姓，他住的地方，你赶快开过去吗？是不是？你刚刚开过去，你没开个比市价高10倍的价格，他跑去投诉你，然后每个在政府后面都有一座山，对不对？哪包不起他哪个侄子的老婆的朋友的哥哥的姐姐的弟弟的妹妹，然后又是谁哪个局的局长？那事情你想做你也做不了。懂老师意思吗？就变成是说，泰国跟越南他们想要做经济发展，他们就没有办法跨过什么？他们的地方势力。这个其实在中国过去是有的中国过去比如说云南或者是在有一些的省份它里面的一些地方势力是很大的。但是在
我记得好像邓小平吧，在那个严打的那段时间之后，就把地方势力全部剿灭。因为台湾人可能不是很懂严打，严打那个时候简直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期。你说他糟糕也糟糕，你说不糟糕也不糟糕。有些是个为罪，小小一个罪，比如说呢，这个女人她就去勾三搭四，有很多个男朋友，死刑，你知道吗？这死刑你知道吗？这很夸张，你知道吗？但是呢，地方势力啊，他们就整个把它全部剿灭掉。因为你有地方势力，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营地方。所以你说共产党他的手段狠不狠？那还蛮狠的，对不对？还真的是蛮狠的，直接把你地方势力一锅端了，真枪真刀都给你干，他就把它整个攻陷了。这个其实在中国本地人应该你们比较清楚啊，台湾人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严打，去的话你小事就被抓起来关小黑屋，是不是？但实际上中国的严打它是有经过很多的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的状况啊，打来打去打到后来，现在中国才有办法去发展他们的地方建设，不然每个人背后一座山，这个土皇帝啊，然后那个是他们的大地主啊，然后你告诉我是说你要去做，那你没有通过我，没有买通我的话，我就找人去弄掉你的这个建设。这个过去在中国的状况是有，所以说这个过去的资讯不发达，可能台湾人朋友不知道，港台朋友不知道啊，其实很多史料被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印度跟越南他们要去发展，未来它是有发展的空间，但是必须大破大立，不然的话，像印度他自己认为，我有印度这个14亿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税收的红利，我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结构，我甚至把英国都把你干掉了，那我应该是在世界上是有话语权的。但是在这一次他们的这个莫迪他这次选举失利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在 G7 里面获得很好的发言权，因为大家知道你的百姓不支持你了，你这一次我支持你没有用啊。除非你这次的选举选得很漂亮，但是莫迪这次选的是惨胜啊，就勉勉强强还维持他自己的执政权。但是大家就会去想一件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明明赢了，那大家还不给他好脸色看？很简单，就是你们这次赢得不漂亮，那你是不是过几年你可能会下台？对不对？莫迪当然不喜欢下台呀，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的最好，他简直是印度的王者，你知道吗？他像印度，他是湿婆者还是毗湿奴的代言人？对不对？因为他最主要是做印度教，把印度教变成国教，然后呢去给大家说我是政教两栖的一个人物，好像快变大主教了。但是大家觉得是大家其他领袖觉得你这个选的不好看，那权力的话，你可能过几年你就被推翻了啊！推翻我现在跟你讲什么都没用，因为讲了之后你也做不到啊，做到了你可能过几年又要改，那不如就是我们先看看嘛，我们先讨论啊，我们先 hold 着。说这次莫迪当时去 G7 的时候啊。他说其实是蛮被冷待的冷待原因就是因为他选的不漂亮，大家都觉得你下一次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去执掌印度这个国家机器了。那大家社会上是很现实的，外交也是很现实的，你没实力谁理你呢？各位董老师吗？你没有这个状况，就没有人会去理你。所以在同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现在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包含了这次的在金门事件那当然本来在24号的时候要去签署共识的就说走了一个金门模式。我们的伟大的党我们中华民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就是说拍板说要做一个金门模式，让我们赔给了对方100万人民币赔了100万人民币，然后把这个事呢给他戳了把他戳了，然后我们的遗体也返还给他。那这个事情呢，我说实在的啦，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啦，这个按比例来讲，我们其实是大败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做错，第二个我们赔偿的金额跟幅度其实还有我们丧失的国境其实是我说实在的，有点甲午战争的味道。你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们真的是有点甲午战争的味道。你去挑衅别人，然后到最后我们变成现在这个状态。但老师还是支持我们党的，好不好？我是一个中党爱国的一个好青年好中年人，对不对？我还是中党爱国的，只是你在这次处理上来看他拍板的一个金门模式对我们整体是不是很理想的？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是说这些在金门的一些立委还有地方人士想办法去斡旋，把这个事给他圆了。但是呢，圆了之后，我们丧失了所有领海我们还有我们的领空不断的被侵扰，那这个事情当然不是很好。当然，我们说这几天的台风天，它可能就比较没来，但是台风一结束，他们又来了，来是干嘛？侦查嘛，侦查看地方。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发现是什么？中国现在它整个的态度是批变的。怎么样批变的状况呢？就是很简单，因为包含他这个3中全会里面说了什么，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跟产业的备份，关键产业备份。所以这个很简单，意思说他要把他自己的内涵，中国现在的政策就很简单，他把自己的内涵给他包容起来，就是说我要做成一个不被欧美所引导的经济模式，他要做出来自己发展自己的经济模式，而且他必须要
把这个经济模式呢变成是说由中国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变成什么？这叫关键产业的备份，就是我自己可以掌握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美元计价，任何事情变成美元计价是外币计价的时候，你这东西等于是别人的，因为你要买卖都是别人印钞票过来跟你交换的嘛，那你是不是你自己国家的产业变美元化了呢？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做的战略复利是什么？我在我国家里面可以做的事情变多，而且产业链把它变得完整，我独立自主可以做的事情变高，尤其是什么科技产业，还有工业啊，各种工业，还有科技产业，那这些事情中国要把它们全部给它包圆了。包圆意思就是说包含了晶片，无论3奈米还是1奈米还是2奈米，中国人想办法把它包圆了。因为之前我们谈过一件事，就是说之前华为不是说它7奈米就是他们极限了吗？就果然就是什么就战忽局，对不对？每次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根本就在忽悠别人。过几个月他不是出来5奈米的东西了吗？那现在3奈米是不是就有可能在明年它可能就可以做到商用的地方？好，这个是传闻了，3奈米是传闻了，但5奈米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现在也有传出来是说，中国现在不断的去跟台积电去做一些订单的去备份就是说，为了以后的一些变革啊，他赶快把这些需要的一些比较高端的晶片，一些跟台积电去订购。那既然自己想要去做，那为什么你还跟台积电订购呢？因为有些东西啊，还是需要，还在呢，台积电还是比较强的，那还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是回到一句话，世界上成熟的这些。除了高端晶片之外的，中国还是具有全世界60%的订单。说他们要变成包圆之前呢，他们还是有一段时间必须要去做，不是立刻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发现就是说，现在在中国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肚子撑大，把他的皮弄硬，也包含什么呢？中国现在他们又去做了一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华为啊，很多人台湾人吐槽它什么遥遥领先啊之类的啊，这吐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了。你自己什么玩意儿，你吐槽别人，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华为现在在全球去招天才少年啊，天才少年，那到底是几岁呢？好像都是蛮年轻，以少年为主，好像30岁以下吧。因为为什么30岁以下呢？因为35岁你就要把你资遣了，说30岁以下。那华为现在在全世界去招天才少年了它分了3档公司，就包含了89.6万到人民币100万我现在讲都人民币，然后第2档是140万到156万这已经相当于快到台币已经700-800万已经快到700-800万台币一年年薪700-800万台币这个不是开玩笑，他是天才少年你今天不是说因为你像台积电过去或者一些联发科早期那些拿了股票的，他们股票可能就一年就1-2千万是上亿的都有，不是他这个是少年他就把你招进来。第3档就是说什么呢？他的薪资到182万到201万人民币这个都已经快要上千万了，因为可能加一加其他的福利，可能都有上千万台币的这样子的收入。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说这个东西难道美国出不起吗？为什么要跑到你中国去呢？美国出得起，但是出不了那么多美国出得起，但出不了那么多，这是一点。第2个就是你到了中国去，那你是赚人民币花人民币，这个是最主要的吧？对不对？你到美国去，你也是赚美元花美元嘛。所以说很多台湾人说我在美国那个年薪都是100万台币起跳的。当然了，你当然在100万台币起跳你在美国一个月赚3000块美元，那是难的事情嘛？你3000块美元那就洗盘子工才就3000块美元，3000块美元你一年就是36000，大概就是台币100万了，你知道吗？这个有些人真的蛮有趣的。那有些人说一个月在美国收30万，收30万那个是指的是你名目薪资，你还要扣税、扣州税、扣地方税、扣联邦税、还有汽车的保险，还有你自己的保险。真的到你手上的，你有没有10万块台币？这是蛮有意思的。但中国也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他给你人民币，你就在地花人民币，但是这个人民币在中国，就算在上海，你都还是很好花的。但是这个实话是这样子的这个薪资在中国上海还是很好做的，很好过的。光那个89.6万最低标的，你在上海还是很好过的，这真的是蛮好过的。那看你怎么过了，你不能说去住豪宅，豪宅的话，它一个月可能贵一点的。我看过那个招待所级的，一个月可能就要5万块人民币当然这个除外但是基本上你是可以过得不错。所以他们在做这些东西，代表是说他们要赶快把他们自己的科技开始内化，把皮弄硬，然后把内涵做大。那什么叫把皮弄硬呢？因为现在有传出来，中国现在在制造第5艘航母，第4艘都还没出来，现在第5艘，第3艘福建舰嘛，对不对？辽宁舰，对啊，这福建舰不是第3艘吗？然后呢，现在做第5艘的这个航空母舰，到第5艘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了。第5艘的时候。
台湾大概已经收回去了，因为你有5艘，你基本上你整个你整个这个第一岛链基本上都是中国去掌控的，那个没有什么意外啊，那个完全没有意外。航空母舰不会来打台湾，很多人跟老师谈说啊，老师航空母舰这么多，是不是会来打台湾？航空母舰不会打台湾。航空母舰那是为了防御别人不要进来它的一个区域里面，它走防御性质的，它不是去攻击台湾。台湾这么小的，还需要航母去打吗？那最近的空间你也不过10公里而已，这个虽然它最近的水域才10公里而已，你还打什么？那航空母舰他们进去就搁浅了。我告诉你，航空母舰没办法再做近岸的一个攻击，他们只能做什么？做远航哦。那你一定要做那种运兵船来运到台湾来，所以澎湖打下来，台湾就一定沦陷。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澎湖只要一沦陷，台湾也完蛋了啊！这是在澎湖有办法运补的时候，源源不绝的一直打，那个谁没有人挡得住？那是绝对没有人挡得住的。所以中国现在是他们要做第5艘航母，那包含了我们刚才谈到越南，它也拨26兆越南盾来去做这些东西，就发现了是每一个人内涵不一样。中国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是因为它有人才，它有投资的经费，它有地方，它有水，它有电啊。主要中国还是有停电的，对，但是不会停他们半导体厂。有水有电，停百姓可以，你那个你不能停到半导体厂啊。这个他们还是有轻重缓急的地方。但是越南他们投资了26兆的越南盾，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去做5万名半导体工程师，但是没有用。你就算都出来了，你没有水没有电，你还是做不起来。所以同样在发展的时候，越南跟印度它有这个心，但是它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没有能力是因为它摆不平地方的势力。那地方势力他不管你国家发展了，我现在过的是土皇帝了，请问我一个土皇帝我要管这么多吗？对，像云南大理寺，对不对？以前的大理国是不是？还有那种断那什么一阳指，是不是？啊，那个大理段氏是不是在那边？我当土皇帝了，我有什么好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吗？你要发展你的事情啊，但是你不要影响到我啊。对不对？我土皇帝过得好好的，是不是？我小孩在世界各国都有啊，我世界各国产业都有啊。你不要让我主宅嘛，是不是？不然你给我10倍的价格，让我开心开心，然后再给我什么好吃好喝的什么特权给我，那我可能再把这个房子递给你。但是你一个可以啊，问题是越南多大，对不对？印度多大，你都有办法吗？没办法。印度就光它全国里面，整个印度的国家里面，他们不是讲同一种语言。所以这个东西就看得出来，我们秦始皇啊，我们嬴先生，对不对？这他们多伟大了，是不是？书同文，车同轨，对不对？那这个都让整个中国到从2、3千年前到现在，所有东西都是一致的啊。我们就所有很好沟通，我们省与省之间、村与村之间都有共通的可以沟通的地方，方言可能不一样，但是文字是一样的。但是印度不是，印度它的总共国家里面有50几种印度话，50几种印度话。那你每个地方你还同样是印度话，但是它的排列组合不一样，你也听不懂，对不对？像老师以前去拜师的时候，又拜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江西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然后跟他学的这个过程啊，简直是我这辈子最受用的基础啊。但是我实在听不懂他讲什么，因为他的江西话我实在听不懂。我就在他面前，我只听懂一个字，你可以起来，为什么？磕头嘛，磕头拜师。我听懂起来，后面他所有教的东西我听不懂。听不懂我怎么学？问师兄，问师兄，老师刚才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一句一句问他，一句一句跟抄下来，然后再去他带着我去问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要理不理的，因为钱已经付了，他没有再给钱，他就要理不理的，但是还是有教后来结果大概是这样，所以他们的乡音有问题，但是文字没有问题，因为抄黑板上的甲乙丙丁我总是看得懂嘛，对不对？只是他的逻辑上面来解释这个逻辑的时候我听不懂。是不是？像老师，我现在教给各位的这个八字，对不对？我所有东西做 PPT，一行一行的解释给你听，这个我当时如果是学这样就好了，是不是？所以说现在中国他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事情，那也包含了什么？不要包含的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北京宣言，好吧？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辛普森一家有议员女总统，然后什么弟弟说立法解决债务问题，这个我们看看吧，好吧？我们再看看。印度经济部长说欢迎中国投资，那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还是有差的。所以印度要去止泻药，是有一些贵客他们去印度发展，但是他也没有到拉肚子的地步了，因为他是锁在银行里面就是在他只2点一线，银行跟宿舍，他不去其他地方，因为他是女生，他银行跟宿舍300公尺除此之外他哪里都不去，就这样待了3年，我都觉得你是坐牢吗？你待了3年才回来。大家晚上好不好？来，搞计算。
感谢秋夏，好，感谢秋夏赞助，好，感谢秋夏赞助，好，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我们今天人好像有点少，是不是？啊，老是过气了，是不是？来，他会厉害一下不是手机啊，就是其实很简单，他们投钱啊，愿意投钱啊，投钱投对的，好吗？阳光的风水村，不是哦，我讲的刚才那件事情不是在阳光的地方，在阳光你跟我去过哦，而且内行人，是不是？好不好？来，那我们继续下去哈，不然我今天讲不完啊，今天尽快把它讲完。所以说，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7月21到23号的时候啊，巴勒斯坦他们内部个别派代表到了北京去，然后签署了北京宣言，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北京宣言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各位，你有没有记得，在加萨他们开打的时候，老师跟各位去讲一件事情：穆斯林兄弟他遇到外来的影响，对他们宗教有挑战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啊，派别不一样，但是他们一定会团结起来。这个言犹在耳，希望各位都还记过，对不对？都还记得老师讲过这句话。所以说到现在，老师说过，这个一定要3个月半年，他们把所有东西准备好了，他们才开始反击。说真主党开始反击了，对不对？你现在的那个哈马斯也一直不断的去负隅顽抗，是不是？很多的现在包含了各个地方的约旦河西岸的都开始就进行了攻击。那这也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在沙漠中已经捡到了一些火箭弹啊，捡到了一些导弹啊之类的。为什么沙漠中可以捡到武器呢？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他们的沙漠就埋了远古科技，你知道吗？可能就是远古科技的东西。但是打到现在就变成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很确定一件事情，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在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在这些以色列打到的地方啊，已经打到全世界天人共愤的事情。这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去反对老师讲这件事情，你无差别的去伤害了小孩。老人、孕妇啊，各种样的人，你去伤害他，战争的确，老师同意，战争没有一个英雄，也都不是慈悲的，战争不可能慈悲。但是你要死，你死军人；你要杀军人，你不可以去屠杀村民。这个是相信在历朝历代，包含中国的历史，甚至是美国的历史都一样，你不可以去屠杀平民百姓，不可以屠杀平民百姓。上一个我们知道他大量屠杀平民百姓的，现在这个国家已经站不起来了。叫什么？叫蒙古国。成吉思汗率领的铁骑，踏遍了中亚，把那个花剌子模打得他哀爹叫不，对不对？还把那个欧洲打了，这是黄祸，是不是？但是他一次打完你就完蛋了，你这个国家再也站不起来了。强人一旦下去，后面人接不起来，你大概就完蛋了。那以色列就是这样，你做到人神共愤的状况的时候，那你基本上。你就会刺激让别人有办法团结的机会。所以说，在这北京宣言，它最主要是14个在巴勒斯坦的主要的派系，有14个回教组织那个都是跟打真枪真弹的事情。然后他们开在北京里面去谈和解的对话。为什么到北京呢？因为他们谁也不信谁，说白了吧，就这样，谁也不信谁。我就信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北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大家在那个地方最安全。为什么我谈的时候，如果来一个什么火箭弹，然后大家在那边谈，然后谈完了就变跟宾拉登一样，突然人就没了，是不是？那不就糟糕了吗？所以说大家都不信谁，我不信你，你不信我。在北京，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谈出来什么东西呢？谈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叫做建国。巴勒斯坦要建国这个事情啊，基本上这个以色列就把这个事情给玩脱了。如果你当时你报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在那个加沙走廊那边，你设定一个临时屯垦区啊，宣言我在这个地方就停了，然后大家保持一个缓冲区，那你既可以得到土地，你也可以得到你自己一定的正当性。但是你一直往下去打，那就完蛋了啊！所以老师说以色列不可能赢啊，各位你有没有记得老师讲过这句话？以色列是不可能赢的，你打到这样，你只有输的份，你不可能赢，你连寸土你都很难拿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杀的是平民百姓。那这一些的所有的回教组织跟回教的一些当地的百姓一定去支持，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分裂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大家去共度外侮，是不是？我们要尊王攘夷啊，这样讲有没有清楚一点？我们要尊王攘夷，然后找一个周天子出来，我们共同的去辅佐他。然后呢，各地方派系，但是我们要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的正式的国家。这样子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啊，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在中东地区啊，我们不要被这个西方的这些异教徒所控制。彼此对彼此都是异教徒，所以说他们在北京的宣言里面呢，
他们就同意了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的团结，也包含了法塔的副主席他有说持开放的心态结束分裂。为什么？因为哈马斯当时是把法塔的政权给他打出去的，哈马斯是地方势力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他打出去，然后就把他分裂起来。因为2007年的事情，那时候老师还很年轻。2007年的时候，哈马斯把法塔政权推出了加萨，然后加萨那边就变成哈马斯的政权，所以巴勒斯坦它就大势力就分为一分为二，然后就比较难的事情。说哈马斯当时在2007年之后，控制了加萨，法塔控制约旦和西岸，但是约旦和西岸就因为这一次的加萨的问题，有没有隔岸观火斗，有没有去嘲笑哈马斯你活该，虽然你当时要把我赶走，没有，他也在约旦和西岸开始进行攻击，一样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哈马斯他现在到了一个可以出来讲话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主张是怎么样，要武装斗争来争取巴勒斯坦建国，意思就是说我跟你异教徒干到底了，我就跟你以色列干到底了，我就跟你打到我能够建国，建国之后我们再内斗嘛，都这样子，对，建国之后再内斗嘛，但至少是我们穆斯林内斗，我们不能让以色列的异教徒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残害我们的百姓，然后亵渎我们的清真寺吧。对不对？这个开玩笑，那是不能讲的，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是说像这个在北京宣言之后中国也变成一个和事佬，说我支持巴勒斯坦团结、统一、独立建国。那这个东西是因为中国要支持巴勒斯坦吗？不是，他是要支持的是穆斯林的话语权，他要争取穆斯林他们在中东地区他们的一个认同感，因为这个穆斯林一直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被西方国家打了跟狗一样说很难听但实际上是这样。所有的各种的状况都是把什么反恐行动什么状况都把穆斯林当成敌人。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要洗观念嘛，就觉得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对不对？那你只要是穆斯林，就是你来这边一定要准备制作人肉炸弹，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所以认识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过，我也认识很多很友善的穆斯林人就是好，除了懒了一点。除了懒了一点，但是懒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说实在的，我可能见的太少了，我好像没见过那种非常勤快的穆斯林。应该是说怎么讲呢？可能是我们华人那个汉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勤奋。那个穆斯林马来体系的我真觉得他们的积极度真的是有一点点需要加强，他们的松弛感很强。不要说法国左岸的松弛感，我告诉你，你去过马来西亚，你去过印尼才知道他们多松弛去过泰国，你看泰国男人多松弛松超级松了，完全就是甩手大将军，超级松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还想要挟美自重希望能够赶快透过他们的绝对武力去压制这个巴勒斯坦，把巴勒斯坦至少吃掉一半，变成以色列的新国土，这件事情是肯定达不成的，因为你那些真主党、你那些法塔组织还有哈马斯是不可能让你去接近这件事情的。所以很多人说那个以色列他们在面临第三战线要开打，因为真主党那边也开始做那个30枚火箭弹去轰炸。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的，因为你面对到的是完全被包围的状态，美国没办法帮你，美国现在是自顾不暇，因为拜登老总统他已经退下来了，拜登总统现在基本上他只能够是怎么样，坐在皇位上面等他下面的人斗出来结果，他能不能，我还是一句话，对于拜登老总统，我只能说他能不能够活到政权交接，无论交给哈里斯还是交给了川普他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我目前抱持的问号，因为我没有他的时柱嘛，对不对？我没有他出生的时间，但是针对这件事情我抱持的高度的怀疑了但是观察了，不是说怀疑，我们就是观察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整个以色列的状况也非常不好。同样的状况之下，乌克兰也是一样，乌克兰它整个战争状况跟我们过去想的是一样的，俄罗斯不可能输，以色列不可能赢，所以俄罗斯现在怎么打都传出来，都是乌克兰他的整个被歼灭啦，或死不投降被歼灭啦，这是个英雄或者是呢俄罗斯一直不断的去侵扰或者是俄罗斯在威胁欧洲国家，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不可能输，因为他现在占有的就是绝对的优势，因为你一开始弄不倒他后面就不可能停止，而他本来就不会倒。老师跟一开始在前2年我们在看这个战争的时候就说过了，他自己有能源，他自己有粮食，有的吃，灯会亮，你要他怎么玩？世界上要把核能核子这个东西玩得比苏联、比俄罗斯还要透彻的国家没几个。你要说勉强法国跟美国可能还可以跟他拼一下，其他国家你要去跟
你要跟那个旧苏联或还有现在俄罗斯去拼那个核子的科技那个可能还需要多一点距离啊。有人说不对啊，老师，那个比尔盖茨不是做第4代核电厂吗？他那个就是可以把那个废弃的核废料再继续再发电，好，那个是一回事。你要杀伤力武器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是不一样的。说中国也是开始也是介入了这个乌克兰战争，说要把乌克兰外长招过来去谈一下希望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你美国在没办法去处理什么事情的时候，中国还可以出点力，卖个面子，卖给谁面子？卖乌克兰面子，卖给乌克兰面子就等于卖给欧洲面子，因为你们家门口的事情我帮你斡旋，而且我什么都不要，对不对？我就要和平，是不是？那俄罗斯你就给个面子，你到打到一定了，你拿了就拿了，对不对？你不要再打就行了，就变成和谈。和谈是什么呢？就是不打了，到这边土地是谁的也不要明讲了我们也不说是谁的了就说先维持现状，我们慢慢谈，先停火停战停火停战。因为无论是美国是哈里斯上来贺锦丽上来，或者是川普上来，大概率都不会再给乌克兰武器跟金援了用到底了，他的所有能量用到底了。美国虽然越打越有钱，很多人说美国打有钱跟土耳其打有钱，那是土耳其有钱的是因为它有战略要地。美国越打越有钱，那不是美国政府有钱，那是军工产业有钱，那是财阀有钱，那不是美国有钱。美国还是穷得快打鼓，美国穷得快完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的状况它已经到了极限所以说我们有说过其实下半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最后一个东西我们其实布林肯他去拜访中国，想要去把他这个事情圆掉，这个也圆不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你要下台了，因为拜登不在，你布林肯就不会连任。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布林肯是国务卿嘛，那你国务卿你要跟总统的，你总统不干了，你这国务卿一定下台。你下台之前跟那个蓬佩奥一样。你下台之前，你讲什么大家都不理你，因为你讲话不算数，下一个人上来才算数。如果拜登他觉得坚持选，他又神志清晰，那布林肯讲话可能还有点讨论的空间。但是拜登退选了，他讲话没有用。说布林肯讲话就是什么呢？给自己造历史地位而已，就是说我有做这件事情，然后呢，这是我历史定位，我要留一个记录在这个地方。然后未来他可能在退下来之后，他可以继续保持跟中国这样的关系，然后被其他的财团去聘雇来去做一些协调的事情。美国的旋转门就是这样，很方便的事情。好，那最后我们要先讲完，我跟各位借10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讲。先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有个重要的事情跟各位谈，我们尽量把它谈完，好吧？我们尽量把它谈完。来，那我们去把它谈完跟各位借10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可以应该可以跟各位借10分钟的时间我们把接下来的事情谈完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各位先按一波赞吧，好不好？255个人，虽然我们比过去少1半人，为什么？大家可能还在救灾吗？还是怎么样的？那这也蛮忧心的这人变少是我的内容不好吗？不管那我们还是继续讲来。最后一个地方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是欧洲。欧洲这个事情对现在来讲是各位一定要去关注的事情。我们之前做过一个预言跟预测，世界分为4大势力：俄罗斯、美国、欧洲跟中国。中国后面带来当然就是这次我们从北京宣言可以看到了，他会率领了非洲体系跟穆斯林体系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中国的手上握得紧紧的，因为他们愿意在北京做宣言，代表说他对中国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其他的国家没有反对嘛，所以代表是穆斯林对中国你的程度是很高的。各位要去注意，北京宣言跟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是很重的。为什么？各位你可以看这次的暑假，很多人都跑去新疆玩，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新疆的文旅要去新疆去沙漠上面还会塞骆驼这些事情，各位你要发现，这个是中国在释放一个我们非常支持穆斯林的宗教行为，我们非常支持发展穆斯林的地区。新疆都很多穆斯林，不是全部啦6、7成以上都是穆斯林。所以说你新疆发展现在变得这么样的好，台湾还是有人说那边都是集中营，那边过了真是风声鹤唳，每一个人都拿枪拿刀了，随便去演习。我真觉得你还活在20年前吧。现在穆斯林，现在新疆不是这样现在新疆老师以前还问过一个贵客，他说去新疆现在好不知道能不能台湾能不能进去其实是可以的是老师过时了就是整个新疆现在大旅游新疆整个的物阜民丰，整个的景气，它的景点都非常的热闹。当然有的时候是暑假过后就没有人了。有些事情他们是长期的因为有经验有一次之后，后面你写出来的这些抖音或是一些微博就带到那个地方持续的繁荣。
所以说，从新疆的穆斯林那边，你就没办法去操纵穆斯林跟中国的政府、汉族政府这个彼此的矛盾，这就冲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跟着汉人的政权，我他妈有饭吃啊，对不对？我以前只能牧羊，我现在还可以卖烤肉串，我可以卖什么？卖切糕，对不对？我切几刀就一栋房了，没有了，现在很少了啊。那切糕党现在很少了啊，就是台湾人就比较害怕，问清楚就好了。切糕切一栋房，现在状况已经没有了，你叫警察来，警察会把它处理掉。这变成是说，为什么穆斯林他们对中国政府信任，就是新疆这个样板，他们已经看到了。那既然看到了，包含了什么哈萨克斯坦或其他的一些穆斯林国家也看在眼里，谁跟中国政府好，那他都愿意接受。你只要说好，只要跟他和平相处，那么就有好果子吃。所以说，这个中东过去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欧洲不一样。就是我们讲到欧洲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欧洲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他们的生产力已经跟不上他们国家发展的速度。很多人都说啊，老师啊，你这个不懂啦。欧洲的松弛感，欧洲的这个他们的工作制度啊，他们才是世界上我们应该效仿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这个工时啊，比如是说呢，欧盟里面工时最短的是哪个国家？然后一周，我说讲的是一周。欧盟里面工时最短的是荷兰。哦，荷兰呢，一个礼拜只要工作32个小时，老师是2天就干过32个小时，我2天的工作就干过32小时，对不对？他一周才干32个小时，是不是？那第二个是奥地利，奥地利35个小时一周，我相信做996的2天就干过他们一周了，是不是？接下来是德国，大概是小于大概35个小时。那这个东西啊，在 OECD 里面，他们评估出来是什么呢？现在 OECD 啊，这个他们说评估他们的区域里面啊，大概都是50个小时为主，但是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工作时数少，但是你就业率很高，这变成什么状况呢？变成就是说事情做不完，或是你收入不够的状况出现。就是说你这个早上的某一些工作啊，他给你这个待遇，你可能还不够去维持你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的通货膨胀已经没有办法去支应你现在的贷款利息，或是食物的价格，甚至是暖气的价格，还有小孩的教育费。所以是说呢，你这个工时很短，但是我必须找其他的兼职来去增加我自己的收入。所以就业率很高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它里面很高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兼职数变高了。好，兼职数就是说我必须要再去做这个 part time 的事情。所以说，包括我们刚刚谈到了德国、奥地利跟瑞士，从事非全职工作者已经高达30%的。但是同样的状况之下，在欧美国家里面的美国，你从事非全职工作者，就是说你会去兼职的，只在你总就业人口里面的10%几而已。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样子的低工时。但是你过去为什么可以发展很好？但是为什么你现在低工时造就你们经济一直停滞？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产值。你没有产值状况之下，你怎么样有办法足够的税收，去让国家有竞争力，然后让国家可以挣到钱，来去给你们这些好到夸张的这些社会福利？比如说，老师在德国有贵客，他就说，在德国你不要太努力，因为你太努力，你做的越好，你税缴的越多。所以说你只要你非常努力的去加班，或是去努力的去赚钱，你赚越多，你的税越高。那到最后，你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缴得多的税，而且你的福利会降低。比如说有一些的补助啊，或是有一些的一些政策啊，你就拿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赚得多，但是实际上你领的少。然后呢，因为你税变得很高了，那这个是他们跟老师讲，老师听不懂啊，但是他跟老师反馈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就开始说，哎，老师这样不对。欧洲他们发展的状况是很好的，不然他们怎么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欧盟体系呢？这个各位就要去想清楚一件事情：欧洲的强大不是基于他们现在社会福利制度而让欧盟去强大。我们只看到它的结果，认为是说，它既然这么样的松弛，这么样的快乐，代表是说这个快乐工作制度是一定去可以符合人类他正常的需求，所以是说快乐工作1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32个小时，它一样可以维持它国家很强大的发展。但是这不公平，因为荷兰它本身它的出口业务多它赚的是世界的钱，而且它人口少，才600万人。它那么少的人，其实基本上你松弛多一点也无所谓，因为它不是工业为主的国家。我们应该很少听过荷兰卖什么不是荷兰那个什么艾斯摩尔之外，那有没有很强大的工业？没有了，对，就没有了。艾斯摩尔它是靠垄断上的行业，那其他国家不行。
就是你没有办法增加竞争力。那这个状况怎么办呢？这个状况你是增加工时是有帮助的吗？增加工时是没有帮助的。有人说啊，那你每个都跟你996，你是不是可以让欧洲变强大？不行，工时跟你欧洲能不能再次强大，那是完全两回事情。我们要从这整个状况来看，欧洲的强大的原因是源自于工业革命。因为它有了什么？有了可以大量制造跟供应出去的能力，所以是说我本来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我一台机器造10000个坑，那我是不是我多出来那么东西，我可以向其他人去销售？因为我有优过于世界各项长处，就是说我有这样的工业实力。因为工业革命它在欧洲散布的很快，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包含一些精密工业或是一些大量制造的工业啊，比如说像电冰箱啊、洗碗机啊。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电视还黑白的时候，美国他妈它是用自动洗碗机的，你知道吗？那他们进步很快，因为他有工业革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爱新觉罗大清朝。他们在去研究这个彩色电视的时候，我们在做科举实验，就是他们在研究光学的时候，我们在做科举的报考。是不是？当然是不行，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工业化的一个进程，他们掌握了整个世界至少1个世纪的强权。因为我有了你没有，而且我不交给你，我有垄断的这个强权。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之前跟各位讲过，为什么汽油车它不能做自动驾驶？它是可以的，它汽油车它是可以做自动驾驶。各位开过好车的一定很多哦 ，BBA 哈，宾士，BMW 啊，还有奥迪，对不对？还有些什么路虎揽胜什么东西的。高级的车它都可以自动巡航 ，LV2 的自动巡航是不是都可以？代表说它是可以的，但是它的电脑那个行车电脑是封锁的，它有专利，美国立了一个法，就是这个行车电脑不开放，你不开放，你怎么去发展它的一个自动驾驶？所以油车它是可以自动驾驶，不是只有电车可以自动驾驶，而是电车它没有锁这个行车电脑的问题，他们用的是像中国用的是鸿蒙。我用鸿蒙我怎么插？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根本不需要你油车的行车电脑去给它做限制啊！我中国自己搞行车电脑就是用鸿蒙的，对不对？我就这样做。那美国为什么不去做呢？因为它法令规定了行车电脑不公开，特定的几家产业去做的。那么 Google 想做，它也没法，也没辙，也没辙。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看到欧洲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成果，那是因为他们领先世界100年，他们有工业革命1.0、2.0的强项，然后又包含战争的刺激，让他们不断的去磨练他们的一个工业的能力，所以是说他们很强大。啊，这个强大就是像一个怎么样？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啊，他的100亩良田吃3代，吃4代，吃5代，但是坐吃会3空的，各位理解老师的意思吗？做事是会3空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我已经不需要欧洲的工业革命的遗产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工业的中心跑到亚洲来了。亚洲无论是印度，无论是越南，无论是泰国，无论是马来西亚，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台湾，无论是香港，无论是韩国，无论是日本，这些国家在我们近代这30年里面，各自都创造出很惊人的工业成绩。我刚才讲到这些国家都是可以造很强大的工业成绩，包含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它其实它马来西亚很多硬碟大厂哦，我们那个电脑硬碟大厂，以前那个是那个阵列式的硬碟啊，它在马来西亚是大厂，比如说 WD 啊、Seagate 啊，他们在马来西亚都是在生产这些硬碟。那么泰国也有哦，泰国做一些记忆体什么都有，对不对？那你越南更不用讲了，台商这边开了多少工厂，是不是包含了你是亚洲最大的电缆，太平洋电缆也在亚洲，也在越南。是不是？那台湾不用讲，台湾前沿角目的是因为我们中小企业鸿海出来的，还有台塑出来的。中国现在占了全世界26%的工业技术，所以是说现在的风向是吹到亚洲来，不是说什么你是因为走到几运的问题。我们从玄学的地方，我们要玄学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说我们去把它说的事情很玄啊，这个跟什么西方圣母有关系，或东方星君有关系，不是。那是因为时代在变的时候，我们亚洲掌握了工业生产的技术，而他们没有去从工业里面去寻求更高的技术。为什么？因为他们坐吃山空，他们享受了老祖宗所留下来的这样美好的工业果实，然后他们认为这个果实一辈子都为他们去食用，所以是说他们可以预先的把这些经营来的果实分给大家，变成社会福利。所以说你不工作跟工作赚的一样是多，所以你应该为理想而工作。这个听起来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为什么？因为过去像瑞士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比较精密的工业，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都做得出来，那么你就不是必要的，那你就有什么？你就有品牌。
但品牌这个东西呢是会被取代的啊，比如说呢，台湾有些不要讲，那就讲到它牌子就不好了。哦，台湾有一些牌子也是这样子哦，比如说他们就很会做一些家电，但是后来为什么完蛋？那就是原因就是你品牌它的效果会吃劲，你没有进步是不行的。所以说这个工业上面在欧洲就变成是说，他们一直追求的高福利，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刺激他们工业有办法进步。为什么？因为你好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开始自我阉割，你不要核电，啊，现在才把核电建起来。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什么乌克兰战争，你才想到把那个核电厂建起来说，哦，核电是绿色能源啊，跟我们没有什么影响。那过去说核电是高污染的、高危险的，因为福岛核灾。啊，就说我们是它的核电是污染，但是他自己没电的时候就说核电是绿色的。但你讲那些事情的时候都来不及了，因为你们关掉了核电厂，像德国就没有核电厂，那你要他怎么样去争取在世界上最更高科技的需要更耗能的一个产业呢？没办法，你得跟别人买。所以说为什么德国就在我们前2年在谈它的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的状况之下，你连买面包都变得很贵，你连面包店你开门就不一定会赚钱。为什么？卖太贵别人不买，卖便宜你亏本，亏什么？亏电费。因为你要烧那个天然气，所以说很多人在去研究说为什么欧洲现在的经济不振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拉长工作时间？拉长也没用，拉长真的也没用。你必须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尽量的去跟全世界开放门户，大家一起去享受把欧盟整个打开来。而不是你们欧洲自己玩，关起门来玩小家家过家家的，而是你要跟全世界，包含穆斯林、包含非洲、包含中国、包含亚洲，抛弃政治形态，然后尽可能的货畅其流，把你有的来去卖到中国来，把中国有的卖到你那边去，那你们两边才能够活得下来。因为所谓的这些舶来品就是说很远，那是我买不到，但是你卖给我，我可以加价去买的东西，对不对？旅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自己过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把钱花完了再回来重新再挣钱，再存钱，然后再活腻了，然后去别人活腻的地方，是不是？这个货跟这样就变是这样去做的。所以说，欧洲现在讨论是不是要延长工时，这完完全全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老师虽然是个算命的，但是给各位讲，历史的洪流就是这个样子。你所掌握的名气是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现在站在中国啊，不要说老师说小粉红，我们看现实，过去工业最强国一定是日本跟台湾，为什么？我们抄来的，我们抄出来的东西，别人进来我们才1分钱的东西，我卖出去1块钱，我说美元，包括一些圣诞节用的东西，我进价1分美元，我卖出去1块美元，怎么样？因为我做得出来，你美国不愿意做，因为什么？太低端了，你们只做服务业，所以你没有工业，你的国家势力就往下做。美国它是赚的是金融财，所以他认为他一直可以玩金融，但是未来很难。按照这4分法之后，它就很难。也包含了什么？中国现在要做出来是新质生产力，那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现在喊出来，山东全会里面喊出来的，就是说它意思就是由技术革命性的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当代的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优化组合质变为基本内涵啊，这是官方文件啊，我也觉得很绕口，我们也不去探讨它。意思就是说呢，它产业要提升，中国要搞了一个是什么？工业再革命，包含了 AI， 包含了任何的一切，中国要再革命。所以中国现在未来的经济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是慢慢往下的，为什么？因为人太多，工作太少，你没有走技术的，你活不下去。老师已经讲4年了，你一定要有社会性技术，因为无论你是谁，因为在工业新革命状况之下，你跟不上新的技术，你跟不上 AI 的变化，你至少你会帮别人剪头发，你会帮别人修水电，你会帮别人算命，这些不好取代，因为一定要人去服务。可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报课好不好？来那个这事情我们大概提完了那不好意思，本来借10分钟的课时，那不好意思给各位借到15分钟，好吗？这次美国选举最后变成贺锦对伊凡卡，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不用想，不可能的事情，好吗？感谢借互相赞助，感谢借互相赞助，感谢大家赞助，好，谢谢。想吃可以往上买，不如炒沙琪玛和凤梨酥，是指新疆的东西是吧？伊凡卡不可能的伊凡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吗？菲利普现在已经不大行菲利普是已经不大行跟他的全盛时期差很多，好吧？那真的差太多了，好吧？好，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跟各位多借了15分钟，最后还是提一下那个中原要普渡了
哦，除了要报我们的法会之外，你自己要做普渡，请记得不要去在书文上面去写说保佑我们怎么样啊，或祈求怎么样，不要祈求，不要求他保佑，他就是来吃流水席的，对不对？你求他保佑，我告诉你，他跟定你的时候，你不要找老师帮你去处理，好不好？第一个很贵，第二个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你找别人。哎，比如说老师很心狠，我已经先告诉你了，不要祈愿啊，不要去求他保佑，我们就是去广布我们所有的东西去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享受一下。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祖先，懂老师意思吗？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摆个流水席给祖先吃，这不是很好吗？你就不要求他保佑了，好吧？求他保佑你出事情呢，每一年都会有人出事。我做这一行的嘛，你们不知道，我知道嘛，每一年都有人出事，不要祈愿，不要求他保佑哦，我们就劝善终远，我们就给普渡公啊，我们这次在做这些普渡啊，希望呢十方众生可以来这边享用，这样就可以了，好吗？好，那最后哦，还是我们下礼拜三，我们还是会更新我们的一个流年哦，流年我们继续的更新，还有就是下周我们的八字课程，我们就会教批流年了。啊，是一录好了，然后所以说可能会提早公开了啊，就是我们最后一集的批流年嘛。那我们的师资班呢，在批流年之后会不会还会有课啊？就没有定期上了啊，我们大概就到第44节哦就已经结束了。那本来老师应该写到50节的，因为我把很多的正负向合到同一节，还有流年流月我把它布到同一集，那一集就1个多小时，好吧？所以是说，请各位哦尽量的来报课。那之后老师要对外去招生，还有我们还是会涨价。好吗？还是会涨价，好，至少今年最少都涨到6万台币，最少，好吧？好，那我们的那个最后讲一下哈，我们的消灾忏罪中元天赦普渡法会哦，那回向法会哦，在我们的说明栏位也有哦。那我们8月12号举办，所以快要截止了，好吗？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